波兰最近是戏精附体啊，一天不搞点事啊，就浑身难受呀。先是指着鼻子喊：“哎呀妈呀，不得了了！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我们家了！”搞得那叫一个紧张啊，防空警报差点没有拉到月球上去。全世界的媒体咔咔一顿报道，气氛烘托到这儿了，感觉第3次世界大战明天早上8点半准时开打。结果呢，俄罗斯那边一脸懵，说啥玩意儿？无人机？我们那儿无人机忙着在前线干活呢，有那闲工夫跑去你家串门。再说你家有啥呀？平原还是平原？这第一出戏刚唱完哦，这个波兰又搞出了火车的戏码。大家都知道中欧班列吧？那可是钢铁驼队，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呀。一头呢连着咱们中国，一头连着欧洲，多少咱们的手机啦、家电啦，欧洲那边的小汽车、红酒都指着这条线跑呢。结果这个波兰眼一瞪，手一挥，说停，都给我停下。理由是啥呢？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旁边搞军事演习不安全。哎呦喂，大哥，人家搞军演又不是第一天了，你这铁路都跑了多少年了，早干嘛去了？这不就是明摆着吗？这中欧班列啊，一头呢连着中国，一头连着欧洲，但是中间很重要的一站就是俄罗斯。波兰这一嗓子名为保证安全，实则就是想让这钢铁驼队瘫痪，逼着咱们别跟着俄罗斯做生意啊。这前2出戏码刚唱完，你以为就完了？ No No No， 高潮来了啊！他又搞出了第3出。2025年联合国大会，全世界的头头脑脑都坐在那儿呢。波兰外长走上台，清了清嗓子，那家伙戏来了啊！他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最后话锋一转，手指头啊就差戳到咱们的鼻梁上了。他说：“在座的各位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让俄罗斯停战，那就是中国。但是呢，他们就是不干。”这话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辞严啊，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和平奔走的勇士，不知道还以为他是冲在顿巴斯第一线呢。好家伙，这3板斧耍下来，无人机停火车，联合国上的仗义直言，一套组合拳打的是虎虎生风啊！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这波兰真是硬汉啊，是欧洲的脊梁啊！但是咱们得问一句啊，波兰你这么来劲儿到底是为啥呀？哎，你图啥呀？咱把这3件事串起来看啊，你就会发现，波兰这哪是在演戏给欧洲看呀？他这是在演戏给大洋彼岸的一个人看。谁呀？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波兰这3招说白了就一个目的啊，给美国递投名状。那什么叫投名状呢？看过《水浒传》吧？林冲要上梁山，王伦让他下山害个人，拿个人头当入伙的凭证。波兰现在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他要向未来的山大王特朗普表忠心啊！哎，你看啊，特朗普他最头疼的是啥？俄乌冲突呢是个烂摊子，他吹牛说他24小时就能搞定，结果呢搞不定啊！现在呢他想把这个搞不定的黑锅给甩出去，甩给谁？他最想甩给的就是咱们中国。所以你看啊，这个波兰多机灵啊！大哥想啥我干啥，大哥觉得俄乌冲突不好收场，需要个背锅的，波兰就跳出来喊是中国，就是中国不帮忙。大哥想让欧洲跟着他一起给中国加关税搞脱钩，波兰就先自断一路，把中欧班列给停了，做出个你看我多听话的姿态啊！这波兰和美国啊，简直是一唱一和，在演双簧呢。特朗普在那边喊 China bad， 波兰呢在这边又是整无人机又是停火车的，给特朗普的调子配乐伴奏，就连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啊，在联合国唱的也是这个调子，这不就更说明白了吗？他们这是商量好的呀，组团来碰瓷了。他们想干嘛呀？就是想把俄乌冲突这个烂泥潭从欧洲和美国的脚下硬生生挪到咱们家门口，逼着咱们出手去跟这个俄罗斯死磕。如果我们真的干了啊，那正好中了他们的计。我们不但把俄罗斯这个重要的邻居给得罪了，还得替特朗普收拾那个他自己都搞不定的烂摊子。他们这算盘打的真的是噼里啪啦响啊！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啊，欧洲那帮国家像德国啦、法国啦，他们也不傻呀，他们为啥也跟着起哄，宁愿得罪咱们也要挺乌克兰到底呢？其实欧洲现在是骑虎难下，有虎说不出啊。
特朗普这人虽然不咋地，但是他之前说过一句话啊，其实是实话。他说要是我当总统，俄乌冲突根本打不起来。这话其实是给了欧洲一个台阶下，欧洲完全可以说对，川总说的对，都是拜登的错，那咱现在就别打了，赶紧谈判止损吧。但是欧洲为啥不借这个坡下驴呢？两个原因啊。首先是面子问题，当初冲突一开始啊，欧洲那帮政客啊调门起得太高了，什么为了自由，为了民主，我们跟乌克兰站在一起，各种高帽子戴的啊，把老百姓忽悠的是热血沸腾啊。现在你要是突然180度大转弯，跟特朗普一样说不打了，那民众不干了呀。嘿，你当初拿着我的税钱去支援乌克兰，说的那么好听，现在怎么怂了？你是不是骗我呀？这选票还要不要了？所以啊，为了面子和选票，也得硬着头皮撑下去。其次就是这个里子问题啊，这场冲突打下来，谁是最大的赢家？美国呀，又是卖武器、卖能源，赚的是盆满钵满。谁是最大的输家？欧洲呀，能源危机、难民危机、经济衰退，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连最后上谈判桌的资格可能都没有。欧洲这帮政客心里面憋着一口气啊，他们不甘心就这么输了，还想着只要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啊就能把这个损失给捞回来。所以你看，欧洲和特朗普虽然是互相看不上，但在让战争继续把中国拖下水这件事上啊，他们居然达成了诡异的共识。他们都觉得啊，俄罗斯之所以能扛住整个西方的制裁，就是因为有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在买它的石油和天然气。他们自己又不敢真的跟俄罗斯彻底翻脸，咋办呢？就忽悠咱们呀，想让咱们出手去釜底抽薪，斩断俄罗斯的经济来源。这帮人啊，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想让咱们当那个免费的打手。面对波兰这种上蹿下跳的无理取闹，咱们是怎么应对的呢？网上有很多网友都说啊，跟他干呀，必须来硬的制裁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3只眼。这种心情啊，我特别理解，谁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心里面能痛快啊？但是吧，国家的应对让有些网友觉得不过瘾，甚至有点失望。咱们干了2件事。第一呢，派外长访问波兰，没有长篇大论的谴责，而是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像一个大人看着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孩子，咱有话好好说，别闹，闹对你没好处，对我也没好处，只会让旁边那个想看咱俩笑话的人得逞。”这第二呢，改道北极航道。你波兰不是不让我的火车过吗？行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世界这么大呀，路又不止你家一条，我不跟你吵，我直接开辟新航道，我走北极，那边的风景还好，说不定还能看见北极熊。这一下啊，直接让波兰那一招卡脖子变成了卡空气，你说气不气人？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咱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啊，在这盘大棋里，波兰只是一个卒，一个兵。他虽然跳得欢，但是他自己说了不算呀。咱们真正的对手是那个在棋盘对面下棋的人，美国。咱们的策略是什么呀？8个字啊，分化瓦解，精准打击。对美国的这套附庸体系啊，咱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像波兰这种历史上跟咱们没啥大仇，经济上又依赖咱们的，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你跟他硬杠，正好把他往这个美国的怀里面推得更紧。所以啊，咱们要怀柔，要分化他，让他明白啊，跟着美国混没什么前途。当然了，对有些铁了心要当棋子的，比如什么立陶宛那种，该教训也得教训，那叫杀鸡儆猴。但不能把所有的棋子都当成敌人。俄罗斯硬杠美国的棋子乌克兰，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这条路啊，咱们绝不会再走一遍。咱们的智慧啊，是跟棋手斗法，不跟棋子纠缠。就在咱们跟波兰斗智斗勇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棋手美国在干嘛呢？除了特朗普在联合国上像个单口相声演员一样骂联合国、挺内塔尼亚胡，说气候变化是骗局之外啊，美国政府还干了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事儿。这件事啊，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就在9月25号，美国的五角大楼，就是他们的战争部，向全国的美军高级将领发了一道紧急召集令，要求几百个3星以上，就是中将啦、上将，在9月30号之前，全部都赶到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开会。各位，
这是什么概念啊？把全世界各地管着航母、管着空军、管着大兵的将军紧急召回到国内开武林大会，这在美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啊！而且就在这之前，9月17号到21号，美国连续试射了4枚洲际导弹，射程12000公里那种啊。这一系列操作连起来看，就让人后背发凉了。他是在威胁联合国大会上那些不听话的国家吗？还是在释放战争的信号？是不是因为他逼咱们去遏制俄罗斯没成功，支持以色列又被全世界抵制，一系列霸道行为都碰了壁，现在恼羞成怒，准备对谁动武了？这几百个将军聚在一起，到底要干什么？这才是咱们中国真正需要盯紧的问题。波兰那点小打小闹，跟这件事比起来，那简直是毛毛雨啊！但是咱们也别慌，咱们中国不但盯紧了，还做出了反击。就在联合国26号的会议上咱们的代表耿爽发言的时候字字千钧，直接对着美国开火。他提出了3大明确要求：我应放弃开发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尽快撤走在亚洲国家部署的提风中导系统，摒弃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撤回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美英澳开展核潜艇合作，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刺激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应当立即予以终止。看见没有，这就是咱们的策略啊！你给我玩阴的，召集将军射导弹，我就在全世界面前光明正大的揭你的老底，划我的红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不跟棋子纠缠，我更不会，我直接跟你这个棋手面对面的掰手腕。所以啊，各位，波兰跳得再高，它也只是个棋子。咱们要做的不是跟这个棋子生气，而是要看清楚棋盘的全貌，盯住那个下棋的棋手。咱们的策略有柔有刚，有理有节。对可以团结的朋友呢，我们春风化雨；对真正的对手，我们寸土不让。这盘大棋还早着呢，咱们有耐心、有智慧、更有实力，跟他们慢慢玩下去。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